这个男子为给父亲报仇，将100斤石头压在身上，在木桩上做俯卧撑，锻炼自己的力量。之后装作哑巴去少林寺学习功夫，每天穿铁鞋下山挑水，穿上后脚入1000斤重，必须使用出全身力量，集中脚步才能移动。这是少林寺轻功的基础，但要是熟能生巧后，便可以身轻如燕，飞檐走壁，踏水而行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何尝容易？哑巴脚穿铁鞋，肩负2桶水，能行走已是强弩之末，怎么能爬上这陡峭的山坡呢？只见师兄们一个个超过自己，浑身疲惫的哑巴准备放下2桶水休息一下，但是水桶底部是尖的，无法着地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早已习惯此般修行的师兄弟都挑完了，哑巴半桶水还没有满，师傅自然以为他在偷懒，便要将其逐出师门。这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哑巴跪下磕头认错，直到自己肩膀磨破才挑满水桶。然而这只是晨练的一部分，接下来还得进行砍柴。砍柴期间拿起父亲的遗物，想起仇人杀害自己父亲的场景，这是让他意志坚定的动力。此时酒鬼师叔路过，看到哑巴泪如雨下，告诫哑巴，砍柴挑水是少林内功的基础，挑水运之于脚，砍柴运之于手臂，贯通上下2脉，乃内功之最高境界。看到酒鬼师叔如此明白，便跪下想要拜师学习功夫。酒鬼师傅表面并未答应，但是让哑巴看着他上山。有高板，铁板桥要用腰力好，借机传授功夫给哑巴看。哑巴看后便有所感悟，便勤奋练习。酒鬼师叔看到后也偶尔进行指点。这天哑巴看到2个小和尚手里拿着东西，鬼鬼祟祟进入一个洞口，哑巴便跟了上去。只见洞口写着佛门禁地，耐不住好奇的哑巴还是跟了上去。只见2个和尚来到一个大牢，里面关押一个大魔头。大魔头对2个小和尚十分厌烦，并且嚷嚷着想要喝酒，然后将饭菜打翻。2个小和尚走后，又想要捡起地上的馒头吃。哑巴看他可怜，便将地上的馒头剥皮后喂给他吃。大魔头接过馒头便狼吞虎咽，还恬不知耻的让哑巴下次来的时候带点酒。但是这里是少林寺，除了那个醉鬼师叔，谁还会有酒？趁着吃饭时间，小哑巴偷取酒鬼师叔的酒，拿给大魔头品尝。很久没有喝到酒的大魔头直呼好酒。大魔头问道，今天发什么事情让2个小和尚来晚了？哑巴便把师兄学艺不精闯木人巷失败的事情告知。大魔头表示要是自己出去，非得把木头人拆散不可。见哑巴并不相信，大魔王表示自己被锁在这里是为了练一个绝招狮子吼，只要吼一声便可以斩金截铁。大魔头让他下次多带点酒，让他一高兴就可能教他打木人巷的本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天下第一高手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哑巴再次偷取酒鬼师叔的酒的时候，被抓了个现行，不仅挨了一顿毒打，还被罚打扫厨房。等到解除惩罚再去见大魔头的时候，大魔头神志不清，一会儿热一会儿冷。哑巴细心照料，感动到了大魔头，问到哑巴学到了什么。哑巴做了砍柴挑水的动作，大魔头表示和尚不教你，我来教。从此以后每天便教授哑巴武功，哑巴便开始在树林练习魔头教授的武功。大魔王的武功虽然出自少林，但是招招直冲要害，出手狠，用力猛，海底捞鹰。被一个师太看到，告诉哑巴武功乃养生之道，必须立正其身，并传授哑巴一套蛇翼八步，想要帮他纠正狠辣招式。蛇翼八步乃是身法招式，这种步法要在桐油中练习，但是哑巴在桐油中站都站不稳。师太让他练好砍柴挑水的基础，会事半功倍。哑巴白天修炼基本功，在师太那里学习身法，晚上找魔头学习武功。数月后，哑巴终于出师了，大魔头便认可哑巴可以闯木人巷下少林寺，并嘱咐说我们俩的事情绝对不可以泄露，让哑巴跪下来对天发誓，若是违背誓言，天诛地灭，永不超生。让哑巴拿着信物交到清河镇长春堂的拐角掌柜。第2日，哑巴便勇闯木人巷，必须在一炷香内闯出木人巷。经过高人指点的哑巴自然没有问题，在一炷香快熄灭的时候闯了出来。最后一关火炉顶，印上龙虎标志，就是真正的少林弟子了。哑巴下山后，方丈认出了他的武功是大魔头教的，想要了结他的性命，但是终究是方丈慈悲，并让交出大魔头的信物。但是哑巴发过毒誓，自然不肯。方丈此时已经意识到少林将有灾难了，只是希望要是有灾难的时候，将竹筒交给祖师凌空大师。哑巴下山后便按照大魔头的要求遵循，掌柜拿着板结找到青龙帮帮主。大魔头原来是青龙帮的老大，他信物的信息就是7月初7晚上他会逃出少林，让众小弟接应。哑巴这边吃饭时候看到青龙帮的小弟喝酒后，便开
开始调戏客栈老板的女儿，小女子不从，便开始大打出手。但是哑巴自然是看不下去，上前出手相助。客栈老板很感激哑巴，将他安置在客栈。大魔头狮子吼修炼成功，也逃出升天。刚出来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大开杀戒，找到当年押送他到少林的门派复仇。少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，派出18罗汉前去捉拿。18罗汉武功高强，大魔头即便再厉害，也不能一个人对战18位高手。哑巴正好经过这里，看到大魔头遇难，便让小胖子帮助大魔头逃走。哑巴和小胖子两人回到客栈，发现一个人到处打听青龙帮的消息，被小胖子当青龙帮的人，但是此人武功极高，哑巴也不是对手。但是哑巴发现此人用的招式和当年杀父仇人用的招式非常相似，但是自己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哑巴心灰意冷，准备拿着竹筒找祖师凌空大师。凌空大师拿到竹筒传书，却是让祖师改哑巴的修性。原来大魔王之前便是少林弟子，法名法鱼。因为大魔头武功学成，下山创建青龙帮，无恶不作，最后被民间3大宗派押送回少林。因此祖师凌空大师觉得自己有眼无珠，自废双眼，辞退方丈，隐身深山。此时方丈到来，向祖师汇报大魔王练成了狮子吼，3日后就要攻打少林。此时的祖师已经作画在即，无能为力。临走的时候，将自己的天罡伏魔功传给哑巴，为武林除害。哑巴在方丈的教导下开始练习，将100斤的石头压在身上，用尽全力在木桩上做俯卧撑。攻城之后，大魔王挑衅上门，少林的龙、蛇、虎、豹、鹤5大护法已经丧命在大魔王手中。但是毕竟大魔王是自己师傅，不忍和他交手，但是在方丈的劝说下，终究去应战。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，使用和杀父仇人一样招式的红衣老人来了。原来这个红衣老人和自己一样是为了寻找凶手，所以使用一样的招式想引出仇人。此时大魔头便来对战，红衣老人先去应战。大魔头使用了那个招式，便认出哑巴的杀父仇人正是大魔头。终于找到真凶，哑巴直接上去应战，狠狠地盯着大魔头，张嘴说话，质问大魔头为什么杀死父亲，表示自己发下誓言，找不到杀父仇人便不说话。哑巴将10几年的怒火全部发出，现在的哑巴可以和大魔头势均力敌，并且自己还有蛇翼8步躲避攻击。大魔头只好使用出狮吼功，但是经过天地伏魔功的练习，哑巴可以承受这样的攻击。最后哑巴击败大魔头，但是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便让大魔头回到少林由掌门安排。但是他终究是大魔头，表面表达情感感化哑巴，但是直接使出杀招，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杀招害死了自己。哑巴最后剃掉头发，成为少林僧。这部《少林木人像》是陈志华导演继《新精武门》后的电影。本片的动作可圈可点，能看到许多未来成龙片的影子，是成龙早期电影中极具魅力的一部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